晚期。盛之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诊断报告不是在你手上的吗？你是眼瞎看不见，还是老年痴呆提前了看不懂？于安和，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讲道理。盛明杰，我们离婚的时候，盛之还好好的，这才多少年，你就把他养成了胃癌晚期？这肯定是他自己不好好吃饭造成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先说好了，疏雨身子弱，累不得。盛义是个男生，家里没人照顾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收拾收拾，先跟我回家吧，我给你再找几个医院看看。好。私人原因退学不批，不知道死人原因批不批？算了，不能退学就放飞自我，过好最后一年吧。谢雨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当我男朋友？好巧，我也喜欢我自己。那我们是情敌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。哎，要不我去跟他解释解释。啊，好巧，我们是同款哎！故意的，下次不要再这样了。我才不是故意的，谁能想到今晚酷哥也喜欢穿猫猫头卫衣？恭喜宿主，你已激活系统，获得奖励生命值3天，检测到宿主生命值过低，请宿主按时完成任务。当任务完成后，系统将会给予宿主疾病痊愈的奖励哦。什么？谁啊？宿主您好，检测到您已成功绑定学人精系统，请问是否接受任务指派？看来学校的小树林传闻有鬼是真的。经赢大必吃榜榜首谢雨辰疑似已被吃，有图有真相，速进！法学院公认的西草谢雨辰被人拔了？什么？让我来看看传说中的谢必师长什么样。我操，是他！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动漫社招新处吗，姐姐？好可爱的小奶狗弟弟。是啊是啊，我是动漫社的部长盛之。学弟，你来我们动漫社算是来对了，我们不惜。恭喜宿主，请问您是否接受任务指派？我觉得还是以人的形体出现比较容易让你接受。宿主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系统？是的呀，宿主，完成任务后可获得疾病痊愈的奖励，要接受吗？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差，是就是吧。行，我接受。哎，同学。同学，不要再做无用功了。我有喜欢的人。知道，就是你自己嘛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成为情敌的。谢雨辰，你能不能别再骚扰我的圣旨部长了啊！我好不容易把他从休假的时候挖过来给我招新帮忙啊！啊，你也一块过来，快点！预热任务。模仿谢雨辰的一举一动，持续1天。记住，请勿向其他人透露系统的存在，否则任务失败，系统概不负责。你说谁？谢雨辰？你让我学谢雨辰？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是他？我没有权限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信你个鬼！学弟，你不是跟谁大冒险输了来耍我吧？神仙救我小命！我不是神仙，只要你能够完成任务，便可重获健康。行，这就是学人精嘛，我学。
3分。3分。哎，谢雨辰，你上厕所时间好短啊，是不是应该去看生殖科？生殖？少爷，我快死了！我打着呢，你让我吸口血。我在这儿呢，来下路，来，这边，快点！见连输10局了，大哥了。老谢，我这不特意推了和盛之他们的聚会来陪你吗？那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去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来了。行。嘘。喂，爷爷，我说了，爷爷，我才21岁，我不想谈恋爱，我也不想结婚。行，知道了。你爷又催你结婚了？可不啊。看来豪门也有豪门的痛苦啊。哎，老谢，你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个女朋友不就完了呗？宁缺毋滥。唉，爷爷越催越频繁了，是不是真要找个女朋友演一场戏？谁啊？来了！你妈家怎么会有男人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她男朋友对不对？啊，我妈的眼光可真不错，长得帅，有腹肌，可惜他不在家，你回去吧。哪来的醉鬼？才不是，你走开。哎，老谢，盛之，老谢，你从实招来啊！你们什么时候把我盛部长给拐走的？啊？哦，怪不得今天他一直学你呢，原来是你们小情侣的把戏呀！哎，盛之，这不是你家，赶紧出来！老谢，你就别跟我装了啊！你俩什么时候处的对象？快给我说！真没有，不说是吧？好，他肯定知道，我问他去。嘿嘿，外面的人能不能离我安静点？扰民了。鹦鹉？哪来的鹦鹉？谁搭腔谁就是。我再理你俩，我是狗。你本来就是。盛之，我前几个月前才搬到这里，没想到这么巧，咱们俩是邻居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来就占了你的床位。床位费200，微信还支付宝？微信吧。行，打扰了，真退的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预热任务，接下来发布任务1：复制谢雨辰的微信并保持同步状态，持续3天，任务期限5天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用消毒水给你泡澡，让你恢复出厂设置。你一个人机还会吃饭？你有排泄系统吗？宿主，我现在是人，是人就要吃东西啊。好像也有点道理。不过话说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宁大的安保系统可是很严格的。秘密。谢雨辰，你是想让我死吗？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又怎么？
不是，你前天晚上给我那个高数的答案是错的，你让我在学弟学妹还有老师面前出糗。好哥哥，教教我这题到底怎么做呀？油竹子，这是游云的微信，他把我当成谢雨辰了。今年重修要是还不过的话，我爸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哥哥，救救我！不能让游云知道这是个假号，不然这次任务就失败了。这个语气应该很像谢雨辰了吧？义父，受儿臣一拜。什么高数啊？什么高数？嘿，哎呀！阴影面积-18，-18，你觉得这对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算了，看在你那么惨的份上，我明天去医院给你挂个脑科。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慎之，嗨，好巧啊！嗨，好巧啊！是你，我把你当做我的肱骨之臣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？对不起，社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大冒险输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学得不错，还要冒充多久？明天中午之前就换回来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医院，最近锅背多了，脊椎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得到了样本的认证，宿主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哦，老实交代，和谢大帅哥什么关系啊？摸头杀哦，不单纯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克隆杨多利和母本的关系啊？9月10号篮球赛，漂亮的3分球，复制文案，增图片，转发。9月20号，阳光喵喵少年，保存文案，复制图片，转发。好可爱的学长。慎之，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微信复制朋友圈也就算了，现在玩起了跟踪盛学人精同学。现在玩起了跟踪盛学人精同学。我不是，没有，你别乱说。那你现在是在顺路，真的只是顺路。真的是顺。好你个芝芝，你还说跟谢雨辰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你朋友圈发人照片。什么啊？论坛都已经炸了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啊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那个，要不你发个朋友圈澄清一下？你为什么不发？你先发，我再对齐颗粒度。单身有白月光。原来他心中有人了。我就说谢雨辰眼光怎么那么差，会喜欢他甚之，原来是倒腾，真不要脸。现在被谢学长亲自逼咬，打脸来的真快啊！倒追也要讲点武德，他不仅偷朋友圈，连皮条帖都偷，简直无耻。这么听起来确实是有点变态。我这都是为了谁啊？为了你自己啊！可不就是脸皮厚吗？
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。哎，柔柔，好了，不吵了。哎，芝芝，没事吧？我看看，不碍事。听说舞蹈系有个女生追了谢雨辰很久，表白了几次都被拒绝了，不会就是你吧？是的。如果你是因为谢雨辰找我麻烦，那你真是找错人了。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不喜欢他。我是喜欢谢雨辰，但我是堂堂正正。有白月光。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或造谣诽谤的话，是可以被起诉的，同学。谢晨，申同学，如果需要法律援助的话，可以找我，不然你有我微信。这个说完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他看上去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？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好甜啊！是不是想恢复出场设置啊，学弟？话说，学弟你不是大一的吗？怎么来上我们大二的课？我是为了圣芝来的。哦哟，死丫头，最近桃花运这么旺呀？你奶奶不知道你生病的事情，她生日你打扮的精神点再过来。知道啦。要不是因为担心奶奶，我才不去呢。申同学，跳完了吗？申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上哪去？载你一程。不用了，我要走的路已经用脚抠出来了。你可真是个活宝。很高兴能博君一笑，您请。喂姐，我知道万江阁201，我正在过去。师傅，去万江阁。好嘞。呀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圣芝吗？怎么，你不是跟自己亲妈走了吗？我们家的家庭聚会，你也想凑热闹？我来这也不是为了你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芝芝啊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不知道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宴吗？还是你妈的钱都拿去养男人了，没钱给你买衣服。我妈妈的抚养费并没有少呢。姑姑不妨去问问我爸，为什么生意全身上下过百万的行头，我却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。圣芝，你不就是为了那老家伙的养老基金吗？不过我好像听爸爸说你快死了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？说不定啊，你会比他死得更早啊！那也是你奶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呸！什么我奶奶？我告诉你，那老东西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跟我妈。我可是盛家的长子嫡孙，等他死了，他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要奶奶等你，像什么话？盛义和你妹妹也迟到了，你怎么就骂芝芝一个人？芝芝是女孩子，路上多不安全，你这个当爸爸的怎么不去接一接她？妈，女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况且芝芝也不喜欢坐明捷的车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，你们不心疼芝芝，我心疼她。奶奶，芝芝啊，奶奶老了，活不了多久，但有奶奶在的一天，就不会让他们欺负到你。奶奶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兴许啊，您活得比他久。闭嘴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奶奶，生意说这里的海鲜很新鲜，我陪你去选选。哎，妈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谢雨辰，你赶紧回来，把人家女孩子丢在饭桌上多失礼啊！姐，我拿你当自己人，你拿我当日本人整呢？我说爷爷怎么宁愿装病也要骗我回去呢？不是我还这么小，你这么催我干嘛呀？爷爷又不是让你现在就领证结婚，就是先接触接触，看看能不能聊得来。你爸妈也都同意的。聊不来，你跟他们说我喜欢男的。
盛同学，碰瓷儿啊？怎么可能？那个我都听见了。哎，但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什么啊？芝芝，哎，这位小伙子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俏，不认识啊？可能是望月阁新来的服务员吧。不认识你就往别人怀里撞啊？跟你那个妈一样，一点都不安分。姑姑，你妈。恭喜宿主，任务1圆满完成，奖励生命值1周，当前负荷值10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快，第二个任务是什么？赶紧告诉我！我现在强的可怕。系统正在更新，暂时无法为您发布新任务。你个人机，哎，系统，你说同样都是亲生的，这态度怎么就能相差这么多呢？你们人类不是常说，你又不是人民币，干嘛能做到全部人都喜欢？你是人民币吗？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的嘛。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，活成你们高攀不起的样子。谢雨辰，我要抱紧你的大腿。那个不是刚加入动漫社的学弟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他俩看起来还挺般配啊。不会说话的话，就把嘴要闭上。哎，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妈的眼光可真不错，长得帅，有腹肌，真是不容回顾的黑历史。沈之，这是在回顾自己战绩呢。谢同学，你吃饭的时候最好是小心一点，不要碰到自己的嘴巴，我怕你被自己毒死。这是在说我嘴毒呢。沈同学，咱彼此。什么乱七八糟？等一下。沈同学，有的时候谈恋爱要好好甄别人选，有些小年轻看了就不太靠谱。啊？系统已经更新完成，即将发布任务2，与样本人物课表至少有1节课内容一致，持续时间1学期。系统，你耍我呢？你告诉我，动画专业怎么跟法学院上同一门课？回答我 ！Look in my eyes, tell me why。选修课啊，亲，而且我已经帮你选好了呢。什么课啊？大学生恋爱指导课。大学生恋爱指导课。对啊，不过我怎么能确定谢雨辰跟我选的同一门课？你不都说我是人机了吗？保证你俩选到同一门课程根本就不算个事儿。你把他电脑给黑了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大学生恋爱指导课，你给我报的？哎，大恩不言谢，记得到时候找到女朋友请我吃饭就行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课抢得我的手抽筋，可难抢了。你干脆叫有损德啊，兄弟。哎，你小子算准了是吧？你真的不想上吗？那万一你在课上找到真爱了呢？况且你爷爷不是催你结婚吗？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吗？我听说圣旨好像也选了那门选修课，你要是不想上的话，那咱俩换换啊。算了，麻烦。我听说谢雨辰也报了这门选修课，想到能和壁纸榜榜首一起上恋爱课就激动。这门课好像还有互动环节，要是能抽到我和他在一起就好了。你想得美！相信大家对之前的课有一定的了解。我的课的话，要修改学分分2种方式。谢同学，下午好。下午好。你真幽默。我可以看下你的伞吗？
不知道 get 同款物品能不能增加复刻值？同学，这里不能睡觉哦。谢雨辰，你给我闭嘴啊！这位同学，你要是觉得我的课上的很水的话，可以不用这样暗示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您继续。其实老师觉得这样干讲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咱们就现场有请这2位同学为咱们现场演绎一下 PPT 上的案例吧。失物招领 A2 实验楼捡到白色 AirPod 一副，毛概9成新出2手，手慢无。大学生的生活真无聊啊。今宁大必吃榜榜首谢雨辰白月光录真容，高清无码视频，速来前排围观吃瓜。快看看看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芝芝，老实交代，你跟谢雨辰什么关系啊？他都说爱你了，你可别用什么克隆羊的胡话来敷衍我们。哎呀，没什么情况，就那个，我不是选修了恋爱课吗？那是课堂作业。骗人！他看你的眼神都拉丝了，你们这跟谈了有什么区别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饰演热恋中的小情侣。第一个案例就是，当女朋友问你爱我吗？此时男生应该怎么办呢？爱。谢同学，不要以为你长着一张为所欲为的脸，咱们不光要从语言上说，咱们得从行为上表现出来对女朋友的关爱。盛之同学，你刚刚有从他的行为里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了吗？这他妈也太羞耻了吧！好想死，呸，好想活，所以我要好好上课。没感受到，是吧？所以谢同学，你再演一遍吧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在一起。快点，晚了可就没有作业做了。他们什么情况？今天学校有什么活动吗？亏你和谢榜首这么亲密，你居然不知道？今天啊是宁大和京大篮球比赛的日子，谢榜首作为上届 MVP， 今天首发出场。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芝芝，你该不会是想始乱终弃吧？都没有始，哪来的终弃？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宁大这么多爱看篮球赛的人啊？大家喜欢的哪里是篮球赛呀？喜欢的是打篮球的人。你看看这一个个身高188、8块腹肌、阳光帅气的男孩站在你面前，你能不心动吗？盛之，这边。哟，还让好兄弟特意给你留了家属哎，我们啊就不打扰你喽。你怎么没上场？我等会儿就上了。盛之，这个是老谢的东西，你帮忙看着啊。系统，他们好像都误会了我和谢雨辰的关系，你说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又能怎么样？我这病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玄乎了。那万一失败了，我收着。盛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真没事，真没事。宁大，闺女，你快去吧。我先去了。想谈恋爱就谈，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。盛之，有人希望你活得开心肆意，有人希望你开心。谁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
中场休息。老谢，你今天那个盖帽是真帅呀！你没看见京大那帮小子都惊了。你说我为什么就是盖不了帽呢？因为啊，你技术比我差多了。不是没关系嘛，干嘛还抱那么紧啊？哎，怎么了？给回你。胸之同学，你是不知道吧？有多少女生想抱老谢的衣服都抱不到呢？老谢，你也有今天呀！是。我这是在哪里啊？校医室。我记得谢雨辰他们赢了比赛，我们正准备去聚餐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急性肠胃炎晕过去了。急性肠胃炎？我什么都没吃，为什么会急性肠胃炎？系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是不是病情加重了才会晕倒的？没骗你，真是急性肠胃炎。真的？我们人机从来不会骗人，而且系统已经更新完成，任务3马上发布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任务3是什么？我没事了，现在马上可以开始任务。任务3，模仿样本日常穿搭，并与其同框出现，累计时间需持续1个月，任务期限3个月。学谢雨辰的穿搭？鉴于你目前状态不佳，此任务于3天后开始计时。谢谢你啊，系统。只要你别再威胁要把我恢复出厂设置就好。他怎么来了？同学弟知道我病了，特意来看我的。哪有他们病人空手来的呀？甚至找男朋友不要找岁数小的，又不懂人情世故，又不会做人的。那应该找怎样的？那当然是要找……你要说什么？小嘴别巴巴了，来，赶紧吃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对圣旨有一种占有欲？姐妹们，我回来了。芝芝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突然就急性肠胃炎了？没事了吧？小问题，估计是喝冷饮的时候刺激到了。我记得确诊胃癌之后就再也没有点过冷饮了，可是在篮球馆里。就是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，爽！芝芝，怎么？你确定你没有在跟谢雨辰谈恋爱吗？怎么可能？可是你晕倒的时候，他脸色一下就变了，肉眼可见的紧张，东西都不要了，抱着你就往医务室冲。哎呀，真的就是普通同学。要说有关系，估计就是选修课的时候坐他同桌，算吗？好吧。但是啊，他对你真的不一般。要是他这样对我，我马上倒追。没必要，蓉蓉，你哪个追求者不比谢雨辰好？也是，像他这种冰山苦哥，姐还真不喜欢呢。好啦，芝芝，你就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回来给你带晚餐。谢谢银子。休息是不可能休息的。现在正是法学院下课的时候，正是观察谢雨辰的好时机。怎么了？怎么感觉有人在偷拍我？我记得你也没被篮球砸呀，怎么出现幻觉了呢？哎，老谢，你还记得呀？咱们宁大对京大那场篮球比赛吗？我赢了那几个嘴贱的，说咱们不如京大贵儿子一大批。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走。
老谢，可以啊，出道了，都有私生饭了。盛之，你偷拍我？盛之？不是，你偷拍老谢干什么呀？我那个手机拿来。你看上法学院这栋楼了？胡说什么呢？好吧，我就直说了。谢同学，你身上这件衣服挺好看的，链接能不能发我一下？哎，就是我有个亲戚要过生日了，我想送点礼物给他，又不知道送什么好，所以呢就……那你大大方方问老谢要啊，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哦，是吗？哪个亲戚？哪个亲戚？就是那个表弟，送给我表弟的。表弟？你不会是要去送给那个学弟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虽然他是说过我很可爱漂亮，喜欢我这种话了，但是我们是什么？是情敌呀。薛仁静，姐，我才21岁，你就让弟弟过几年单身贵族生活吧。你真没女朋友？我真没有，我骗你是狗。你又不是长得歪瓜裂枣，怎么就没女生看上你呢？是不是你平时嘴太毒，把人吓跑了？姐，有这么说你弟的吗？竹子，什么事儿？行，我马上来。喂，姐，那个我同学叫我先挂了。你姐催婚？不应该啊，那同龄人不是更理解同龄人吗？他要是不催我的话，我爷爷该催他生孩子了。竹子，你说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女生的好感？什么？哎呀，这，哎，你刚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什么情况？让我说说啊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哎，别呀！我给你想想啊，要想获取女生的好感，你就得体现出你的专业性。专业？对喽。你想啊，你不是法学院第一吗？而且还常年是宁大必师榜榜首。哎，秀出你的专业性，哪个女的不能被你的魅力折服呀？早上好，谢雨辰同学。盛之同学，你知道克隆羊结婚了6年吗？我是不是说的太狠了？那个，我不是要诅咒你，谢谢你的祝福，我会努力的。什么乱七八糟？看来我第1节课讲的修满学科的2种方式，脱单和录制5分钟的真人上镜恋爱短视频，已经有同学做出选择了。不就是撞衫了吗？1个2个兴奋个什么劲儿？老师，你的课水不水不知道，眼神却不在意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才上了2次课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能够修好学分？好好听课。看来大家都不想好好听课，这样吧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互动，把上节课的作业情书拿出来分析一下吧。谢日成同学，你上节课请假没有做作业，那就由你来出1份作业，点评一下吧。写的不错，中规中矩。要想获取女生的好感，你就得体现出你的专业性。
那个，以专业角度来说，这封情书还是有几个问题在的。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。第一，主体表达不明确，笔者只用了“亲爱的”这3个字，发出的邀约以及承诺没有针对特定的主体。第二，笔者承诺爱你到地老天荒是无法履行的义务，属于是无效条款。这好像是我的情书作业。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条。笔者说：“我对你的海誓山盟，皇天厚土为证。”这应该请个律师来作证。大家都是同学一场，如果以后需要的话，可以过来找我，我可以给大家打折。我靠，好冷酷一男的，好歹毒的一张嘴，幸好刚没抽到我的。谢雨辰还是太专业了，好可怕，离远点。是啊是啊，难怪单身了这么久。太过理性不容易找到女朋友。谢同学，下去吧。这是你的情书？谢远成同学，你上节课请假没有做作业，记得把作业补回来哦。同学们，下课。哎，你不吃饭吗？不，我 QQ 宠物今天过生日，我要回去给他庆生，先走了。哎，梅秋，你说我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？我要不要给他去道歉呢？你也觉得我要给他打电话是不是？爸爸现在安排。看铁蹄铮铮。谢雨辰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我错了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。真的啊？那如果我真的生气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那就哄一下。老谢，走，吃饭去。不去了，哥今天有约。你那德行，别管，你打手，你打手算。下次吃管啊，哥今天真有约。行。好，走了啊，去吧啊，走了，下次我钱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带着吧，毕竟太阳挺毒的。你这个点还没吃饭呢？饭还是按时吃的，不然对胃不好。下次不会了。这个点不好打车，要一起走吗？走。那个昨天，抱歉啊。其实不用这么在意，我真的不生气了。确实是我莽撞了，我该道歉的。对了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。那天看你挺喜欢的，送你了。那就谢谢了。今日复刻值加2%，累计复刻值32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太好了，原来 get 同款物品也可以增加复刻值。芝芝，你快看，出事了！亲爱的小月，见字如晤。在你看到我这些拙劣的字句前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不懂咬文嚼字的浪漫是我性格上的一大败笔。这一点，我再次向你道歉。死渣男，有喜欢的人了，还来跟你搞暧昧。
芝芝，这谢雨辰到底什么情况呀？没情况，我又不喜欢他，我们也没搞暧昧。没搞暧昧，你们隔三差五穿情侣装。我也不想打，那不是保命要紧吗？谢雨辰这是跟喜欢的人表白了，然后女生暗戳戳秀恩爱，这个昵称 Q 的人就是谢雨辰女朋友的账号，那不然呢？你看，还有这什么鬼评论？甚至之前不是在和谢雨辰一直炒绯闻吗？原来是他倒贴呀！看的人就来气。那我怎么办？哎，你不是说你不……我们骂死他！都有喜欢的人了，还一直跟你搞暧昧，榜首了不起啊，高富帅了不起啊！如果谢雨辰有女朋友了，那我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模仿他了。难道我的生命要因为某种道德原因结束了吗？哎，好烦！不知道系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喂，肯定是油珠子，怪我昨天晚上没给他带宵夜。喂，喂，爸，你刚从警局出来呀？盛之，盛之啊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我最近挺好的，已经练到黑带了，一脚啊能把人踢出2里地。盛之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现在要来看我啊？行，我这会在食堂后的小树林旁边呢。你现在待在那里别动，我往人多的地方走。我现在来找你，马上。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散弹黑带？你要不想爱就滚远点儿！盛之，都快死的人了，还说自己是散打黑带，唬谁呢你？盛义，你神经病啊！你无缘无故跟踪我干嘛？跟踪你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来警告你的。我警告你以后不要拿着盛家人的名号在外头招摇撞骗啊！你不觉得丢人？别拉着我跟一起丢人呐！我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啊？你说清楚点。什么时候做了什么？怎么，网上那些流言蜚语你一个都不清楚是吧？倒贴还被别人打脸，我看你啊，跟你妈一样，都是破鞋一个。这样子，你个死烂账破嘴！没事吧？死烂账破嘴！没事吧？甚至他谁呀？你还真是个贱人啊！在外面勾引有女朋友的谢雨辰，还跟这个男人勾勾搭搭的，也真是个贱人。可不是我。那打我？你他妈谁呀你啊！教你做人的人！姐，给我再打回去杀了！姐，我救我！你要再不救我，你弟都被打死了！什么？他是你弟？是。好啊，替他出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替他出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活该被人绿！还没被打够呢，滚！等着啊，等着！哎，滚！他真是你弟弟？嗯，同父异母的。那他为什么找你麻烦？因为他在网上看到帖子了，有人说你有女朋友了，我还跟你走那么近，说我不要脸。哈？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我自己本人我都不知道。谣言，绝对的谣言。这是我选修课补的作业，我那天不小心弄丢了。真的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
所以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了？暂时没有。那你可不可以先别谈恋爱？如果谢雨辰谈恋爱，那我就算是脸皮厚的像城墙，也不好意思再当他的学生奖。系统，这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物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长得丑的才谈恋爱，美的卖空调。可是我现在长得丑啊！你在对着你这张伟大的脸胡言乱语什么呢？一点都不丑好吗？很帅的。甚至同学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会误以为你喜欢我。怎么可能？好可爱的猫猫。这是我养的猫，它很乖的。如果七夕还在就好。姐姐很乖的，她不会主动伤人的。阿姨，先把它还给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看着它。不行，不能留着它，小姨对猫猫过敏。可上次在奶奶家看病，还等什么？把这个小畜生弄下去！大小姐不听话，罚款禁闭。不要，姐姐很乖的，阿姨求你了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你可以。我就知道，莫世雨肯定也没有放过你，你也死了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芝芝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烫，怎么突然发烧了呢？又是急性肠胃炎，又是淋雨，又是被吓的，难怪。姐姐，等你好了再来跟他玩吧。小可怜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吃饱饱好吃药。哎，你别走，我都要死了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就感个冒，怎么就要死了呢？我就想和你在一起，没有你我会死的，我不想死。不是，乖，没事。谢雨辰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你是不是体虚啊？你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我答应回活雷锋，带你去趟医院吧。你已经去过了，医生说治不好。哪有发烧治不好的？哪个庸医？不是庸医。谢雨辰，你一定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养胃，知道了吗？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你走吧。浪漫的长夜，满满的思念，怦然心动的一瞬间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知不觉都忘记了时间。你先歇歇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不是谢雨辰，你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呢？他还是个病人。喂，老谢，在哪儿呢？在家呢。我听说你在食堂外的小树林和别人打起来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一直都说我们学法的人更要遵纪守法吗？哎，能动嘴绝不动手吗？哎，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？伤着没？也不知道喊个外援，不把我当哥们儿啊？那个，我现在没啥事了。哎，喂，姐，你脱单一直没有进展，爷爷他……我首先挂了，姐。
小陈，在家吗？爷爷来看你来了。糟了，爷爷怎么来了？小陈，你不是说你还单身吗？严厉点。这是有女朋友了，你们还同居了？那个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臭小子，有女朋友了还藏着掖着，快让爷爷看看。爷，他不是……哎呦，害羞了，姑娘别怕，爷爷不会吃。甚至，小陈啊，让你把他带回来，你偏不带，你还说年纪太小不想谈恋爱，看看现在把人吓的。这把人吓着的，貌似是你老人家吧？哟，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啊！爷爷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情侣。什么？那误会了？是不是谢雨辰欺负你了？你快告诉爷爷，我帮你揍他。爷爷，咱实在不行，去挂耳科呢。那死孩子，你说什么？那个爷爷，今天不是有人约你去下棋吗？你要不先走？这就赶我走吗？我才刚坐下呀。我哪敢赶你走啊，爷爷！这不是你说的吗？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在这，我们怎么谈恋爱？哦，对，哎，是爷爷不知趣啊。小陈啊，有空带生芝回老家来玩啊。爷爷，我送你，加油啊！那个，抱歉啊，我不知道爷爷今天会过来。你家里一直催你谈恋爱？也不是催我谈恋爱吧，就是一直给我介绍联姻对象。联姻？啊，今儿张家小姐，明儿李家千金的，烦得很。就算是联姻，也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呀。喜欢的？那个，今天太麻烦你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芝芝，我不想联姻了，也不想相亲，我只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。你的厨艺很不错，周有周样。那个，我们改天再聊。你能不能试着跟我在一起，即使是下班的？冷静点，生芝，肯定是因为生病了才会受谢雨辰的蛊惑。不愧是碧池榜上的男狐狸精，太可怕了。芝芝，妈，最近天气变了，你要多注意。我知道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。竹子，怎么感觉有人在监视我？哪有人？你别吓我行不行？是我想多了。哎，自恋是一种病，它得治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食堂有那个什么草莓芋头红烧肉，我高低得尝尝咸淡去。走走。谢大少爷的 OOTD，
没点彩礼的学人精根本 get 不到，好不好？老谢，经过我这么多天卧底群众，我终于发现你的感觉是对的，还真有那么一群人，时间熬住啊！我查到啊，偷拍你的那个人进了那个什么叫蟹榜首 OOTD 悬赏群，群通告说呀，说的是只要每天有人拍到你的第一张全身照，群主就奖50块钱的红包。我已经成功混进去了。OK， 哎，是有病，不是？那人人都能赚，我为什么赚不了呢？哦，对，我还怀疑啊，圣旨也在这个群里边。你看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我怀疑错了。什么群成员？学人精分明是群主好吗？为了事情，我甚至还学会拉帮结派了，好得很。谢雨辰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人。学人精，关你啥事？晨晨，嗨，好巧啊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跑什么啊？在内身体呢。正好，有个东西给你看一下。我不想看。今天食堂的草莓芋头红烧肉，由于已经帮你试过了，拉了2天，你还有兴趣吗？你可真有本事啊，甚至。谢谢夸奖。这次你必须要给我个理由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。那天你爷爷死者快问了，那天在家里不是还在回避我吗？那天是因为爷爷突然出现，我害羞了。现在我想清楚了，不能因为害羞错过了你。给自己的急中生智点个赞。克制，克制不了一点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刚刚对我是什么感情？我喜欢你，谢雨辰。虽然我一开始关注你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但不知不觉中，我的目光却总是追随着你。我想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就让我任性这一步吧。那我答应你的告白。啊？真的？不是你自己说喜欢我的吗？还说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克制不了的那种。所以你就答应了？那要是其他人也这么说，想都别想。我们既然都这么熟了，那不妨在一起。那我真的谢谢你了。他看起来并不是真的喜欢我，那到时候我走了，他也不会太难过吧？不客气。走吧，我的女朋友。为了庆祝我们第一天在一起，我请你去望江阁吃饭。放心，望江阁可没有草莓芋头红烧肉哦。走吧。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不能太草率的做决定。谢雨辰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闭嘴！再吵吵的话，我可要亲你了。走吧。所以，你真跟圣旨走到一块儿去了？哎呀！如实招来。你是怎么把我的部长勾走的？什么叫我勾引了他？分明是他觊觎我的美色。臭婊子！但是泽泽，我感觉圣之接近我，
好像带有某种目的。那不挺好的吗？啊？你觉得他不是真的喜欢你，那你身上呀，那一定是有他图谋的东西，要不然他接近你干什么呀？这对于你来说是个机会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感情就不纯粹了。哎，那追女生嘛，用点手段怎么了？而且啊，现在已经不流行那些什么默默付出的男生了。那流行什么？又争又抢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看了几部短剧啊，男主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可好看了。不了，自己留着看啊。哎，自己留着看。甚至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我跟你说，人真的是要好好吃饭的，不然对胃不好。竹子说的没错，既然我身上有他值得涂抹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机会，甚至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跟我谈恋爱是有条件的。是吗？我可不玩地下恋。啊，这样啊。说好的没搞暧昧，没喜欢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？什么？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拉倒吧，你俩那个微信名，一个圣旨到，一个臣退了，那一看就是情侣名嘛。来，咱们举杯，恭喜啊，你们这一对旧人啊！什么旧人？我们是新人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两个在广大的吃瓜网友面前早就是一对了。那这会儿跟公布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有什么区别？说到吃瓜网友，谢雨辰同学，你之前写的那封表白情书可还在网上挂着呢，你不解释解释？承接情书代写，10元一封，小本生意，谢绝还价。溜，你这种刁钻的澄清方式还得是你啊！这一下呀，人们就不会揣测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，跟这个 Q 有什么关系，他只会觉得你出钱就行，物美价廉。还得生。宿主，你差点撞到树上了，看什么那么入迷？不得不说，谢雨辰是真帅，我都要喜欢上他了。不行，他现在是我的。我也就这么一说，我连身体都是代码堆砌出来的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宿主，你做了非常正确的一步。童熙学弟，请展开你的解释。你和谢雨辰谈恋爱，肯定可以去他家里，那要模仿他，学他的穿搭，不是更方便吗？你甚至连他内裤是3角的还是平角的都能知道，还不用你花钱去弄什么悬赏群，你可太聪明了。才不是这样的，我才不是为了人物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那某人可要高兴死了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但你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。你知道的，我只剩不到1年的时间了。如果那个时候谢雨辰真的喜欢上我了，他一定会非常难过的。如果他没有喜欢上我，那我……宿主，你这是对我的严重不信任，我向你提出严正抗议。毕竟这个事情太反人类了嘛。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明知道我胃，还给我拿冰淇淋，你故意的吧？那你还拿冰水？这是给我男朋友买的，他今天有比赛。你这个没有对象的人妻是不会懂的。我女朋友要给我带什么？没什么，
那个，你球打完了吗？刚运动完是不能喝冰水的。既然是女朋友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喝一喝也没有关系。圣智同学，你看到你的社长了吗？我也要。有没有点眼力见了？想喝的话，自己找个女朋友去。老谢，你还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呀！啊，得，哥哥我呀，自给自足。学姐，你胃不好，喝这个吧，牛奶对胃好。学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被网上那些话术洗脑了。年纪大的对象不一定会疼人，但是年纪小的也一样可以把你放到心坎上的。不是，系统，你能哪样啊？上真的好诡异啊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老谢，他挖你去！闭嘴！看来学弟想要谈恋爱啊。那牛奶还是留给你自己喝吧，多喝牛奶，长大后才有女人喜欢啊。我们走。嘴真毒，还是我熟悉的老谢啊！老谢，等等我。饿了，等会就好。没想到你还会做饭，真难得。这种东西有手就行，不就是多上网看教程，多烧坏几个锅练手吗？那有什么？总比继续被竹子嘲笑好。我怀疑你在内涵我。那边水果洗过了，可以吃。好甜，你吃一个。好了。谢雨辰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深刻的领悟到了要先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一个女人的胃的真理。是吗？那我跟学弟谁更能抓住你的胃？谢雨辰同学，男人要是小心眼就不可爱了。男人不需要可爱，我们就是很纯洁的学姐学弟关系，你千万别想歪了。相信你了。好好吃饭，以后啊，你的饭我承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给女朋友吃饱饭是我作为男朋友的义务。谢雨辰，你真好。好好吃饭，别勾引我。才没有。谢谢你的晚餐，回去吧。就这样。芝芝，这位是？他是我同学。阿姨你好，我是盛之的同学，也是邻居。我叫谢雨辰，叫我小谢就好了。啊，小谢呀，那有空来家里玩啊。好，你快回去吧，晚安。芝芝，那个谢雨辰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同学啊。我们芝芝长大了，要是不要胡思乱想，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。芝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但是妈妈会想办法的。事情或许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可以试着跟他谈一谈。谢雨辰，我不能让家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不能让你知道我的病情，原谅我的自私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啊！要是没生病，
芝芝也能像其他小姑娘一样，开开心心的和喜欢的男生谈恋爱吧。啊，喂，云清啊，哎呀，是我啊，抱歉这么晚打扰你。上次你说的那个有关于胃癌方面的专家，能不能约一下？感冒了啊？没有，就是鼻子有点痒痒的。那就是感冒了，吃药没有？没吃药，我不喜欢吃药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什么渣女发言？等着我。导航第一人民医院。又来，系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不知道我现在是谢雨辰的女朋友吗？你这样做很容易招打的。学姐怎么能这么说？人家可是对你是真心的。你其实不是什么人机系统，是个绿茶精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我的代码中有什么指令促使我这么做一样，让我给你男朋友制造点危机，让他对你更好点。说的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恭喜宿主顺利完成任务2，任务2完成了，奖励生命值2个月，当前复刻值加20%，累计复刻值66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哦。太好了，又多活了2个月。系统即将更新，在此期间，请宿主继续完成任务3。OK。小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开点感冒药，顺便看看我亲爱的姐姐。你感冒了？没有，是我女。铁蹄铮铮，踏遍万里河。上左，你打电话给我干嘛？盛之，你真卑鄙！不是说不稀罕奶奶的钱吗？那你现在又在急急忙忙找一个男朋友做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被狗咬了忘打针了？我警告你！哎呦！铁蹄铮铮，奶奶。好，回头见。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你算了吧，免得再闹出点什么误会，解释不清。这个是……哎，你可别侵犯我别人隐私。那个姐，那个，如果一个人有胃病的话，他会有什么表现？会特别注重胃部健康。怎么了？你胃不舒服吗？啊，不是我。饭还是按时吃的，不然对胃不好。谢雨辰，你一定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养胃，知道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人真的是要好好吃饭的，不然对胃不好。芝芝，你真的打算什么都不说，自己一个人忍受病痛的折磨吗？多吃点，看你瘦的，奶奶看了都心疼。在盛家还好好的，怎么跟了他妈几个月就瘦了？我就说啊，他那个妈不是什么好人，现在遇事也做大做强了，还能少了他女儿一口吃的。毕竟从小没怎么带过生吃，不会带孩子也正常。都给我闭嘴！我虽然不是天天在老宅，但我眼睛没瞎。我只是没有早点发现芝芝在盛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让她平白的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奶奶，芝芝啊，奶奶老了，陪不了你多久。妈，好端端的你说这个干嘛？盛之，你又惹来了不开心了。你说孩子干什么？
明明就是你做爸爸的不好。但凡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我用得着说这些话吗？芝芝，奶奶买的养老基金都给你留着了，但你年纪还小，要等到你结婚的那天才可以动用。你不会怪奶奶吧？奶奶，我不要。难怪生药组气急败坏，原来奶奶竟然是这么打算的。不是，奶奶，你把钱留给他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我可是您亲孙子呀！你从小受尽宠爱，有爸爸妈妈为你谋划，奶奶相信你会过得很好。但芝芝不同，我的芝芝受苦了。不是，奶奶，你知不知道圣旨他？你打我！你他妈敢打我！长辈们都在呢，你就敢动手，这就是你的教养吗？我就说你那个妈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姑姑，你3番5次的在我面前说我妈，你难道就是什么好东西了吗？你妈，大哥，你们看他，我还在这呢，你们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个饭。盛之，你看你把气氛弄成什么样？还有你，盛义，多大个人了，说话没半点分寸。不是，爸，我挨打，你还在这骂我？好，这饭我不吃。盛义的脾气冲，芝芝，你不用在意他。奶奶，之前我不能要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难得你回来一趟，陪奶奶好好吃个饭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说我来盯梢的，你信吗？什么啊？说说吧，为什么不开心？你今天的衣服让我很难搭配情侣装。小哥，又是你，是嫌上次打的还不够？别理他，我们走。盛之，急什么？怎么，你这么着急，是害怕我公布出你的真面目呗？我什么真面目？盛耀祖，我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，以后我的事儿轮不到你们来管。我后面找人查了一下，原来你就是谢雨辰啊！我还以为能考年级第1的都是些聪明人，还真没想到原来你也是被圣之手团团转的猪脑子。你骂谁呢？你欠打是不是？圣之，别搭理他，我们走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圣之能之所以跟你在一起，是为了我奶奶的养老基金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我再从你口中听你说他半句不是，我就废了你！打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圣之，今天的事他妈没完！滚！等着！说，别理他。声音说的不是真的，你别听他乱说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才不是为了什么基金呢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基于我的美色。自恋狂。难道我不帅吗？我好歹也是宁大必吃榜的榜首。盛义其实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我们家就……怎么样，很狗血吧？确实比我们家生动多了。小苦瓜，没事，有哥哥疼你。他要敢在你面前再唧唧歪歪的话，你就大嘴巴子扇他，对吧？谢雨辰同学，你可是学法的，你这样教唆我打人，真的好吗？尽管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后面有我呢。谢雨辰，如果某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
你会恨我吗？骗我？那要看你骗的是什么了。如果是骗色的话，你正经点。好了，真凶，芝芝，不管你对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甘之如饴，怎么可能会恨你呢？所以说，你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被哥的魅力所折服了？那晚上就来我家。谢雨辰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说是因为煤球想你了，晚上来家里面撸猫。甚至同学，我发现你脑子里面好像一直带有颜色的东西啊。小色你，哎呀，小心！哎呀呀，你撞到我白月光了，看来你要走大运了，芝芝。你的白月光是财神爷？那当然了，不然还能是谁？好巧啊，我们撞白月光了。哎，我们跟他合两张照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发财。白月光是不会搭理你这么幼稚的行为。快来拍！来，3、2、1。你确定真要这只蟑螂吗？我手上这只熊猫不比它可爱多了？不用，我就要这只狼，起码是打不死的小强。这身秘密真让人羡慕。是因为得了胃癌晚期，所以才羡慕一些生命力强的生物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的狼确实挺好的。谢雨辰，好啦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，你人真的挺好的。那什么？我听到煤球在说肚子饿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阿谢，我记得你是不是要代表咱们宁大参加那个什么模拟法庭比赛？我记得是去京大参加，你什么时候去啊？过2天吧。模拟法庭？那你们是不是会像港剧里演的一样，戴假发、穿法袍啊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知道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吗？因为啊，律师刚开始都是秃头。好可怕，完全想象不出谢雨辰秃头的样子。加油，谢雨辰！不过就算是比赛，也先保护好你的头发。你诅咒我？没有。损害的不也是你自己的利益？我就应该在桌子底下，不应该看你们秀恩爱。够，吃饭。他不知道你今天出发吗？当然知道。那怎么还不来？难道跟小学第4分讲？会不会说话？是不是想让我曝光你在游戏里被小学生暴虐的事情？那儿怎么乱乎乎？丧尸入侵校园了！你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啊？真的是丧！财神爷？圣之？你说这是圣之？你的女朋友带着你的白月光来给你加油打气了，谢雨辰同学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不是说只是同学吗？对不起嘛，我暂时还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我谈了恋爱，所以才那么说的，不要生气了。臭情女，又生一顿午。多拍点相片，让我见识一下谢榜首的风采。好，那你要记得多相信我。小叶，你什么时候也能这样看看我？等你什么时候比谢雨辰更优秀再说吧。谢雨辰，这次模拟法庭竞赛，我一定会赢了你。
到地方了，人还挺多。你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看书。真的可以吗？什么？有不会的吻我。那个，我打错了，我想说的是问我。真的是手误吗？我以为你对我的爱已经强烈到……怎么可能？我们是纯洁的纯爱关系，不要想些有的没的。是啊。我真的好想你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？我也是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谢雨辰也太会蛊惑人心了吧！省着，冷静冷静。一定要把这小贱人抓住！他害我的育儿过敏，不能放过他！找去啊！不是我给他的，是陈毅自己偷吃我的蛋糕。妈妈，快把这只带走！这只不想再被关小黑，我不想再饿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熟悉的感觉。是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小情侣久别胜新婚，肯定热情似火。我估计他呀是在提前担心能不能招架得住。蓉蓉，哎呀，懂啦，害羞了。我不说了，市长。系统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生活中？有人希望你幸福。谁？我没有说话啊。装，继续装。谢雨辰好帅，谢雨辰好厉害，谢雨辰宁大的骄傲，我们以你为荣。是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女朋友送我花了？还是我最爱的杨桔梗，花语是真诚不变的爱。我女朋友真的好爱我啊！不是，我不就眯着眼补了个觉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他有花？院里准备的吗？为什么只有他有？我也要。你缺心眼儿啊！那是人家女朋友送的，刚出比赛场馆，跑腿小哥就送那么一大束花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你就要。谢雨辰同学，你这么高调，不怕惹来众怒吗？那有本事，快能在我面前秀恩爱啊！真是，恭喜你！Oh baby 너만이 나를 웃게 해 서툴지 몰라 어색해도 네가 좋은 让咱们祝贺宁大校草、宁大必吃榜榜首谢雨辰同学勇得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金奖。别说，好羞耻！老谢，你还羞耻呢？那嘴巴都咧到后耳根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嘿，哦，看到没？人家嫌弃的是你。我又成你们 play 的一环了。光这样吃吃喝喝多没意思呀。咱们玩游戏怎么样？抽牌比大小，点数最小的呀就要接受惩罚。玩不起的呢，咱就可以喝酒；喝不了的呀，我也不勉强，找人代喝也是可以的啊。社长，你眼睛怎么了？盛部长，你可不是以前的你了啊！来，谁最小？老谢，你最小，选吧。我选大冒险。
那就让你右手边的第一位异性给你涂口红，是芝芝哦。靠，这算什么惩罚呀？那美死老谢了吗？你放心，今天我戴的是裸色的，你涂上不会很奇怪。哎，别抿嘴，马上就好了。啊，好甜呀！你们觉得他有被惩罚到吗？我觉得他被爽到了。老谢，好香啊！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更好看，手好软，嘴巴应该更软，看上去就很好亲。哎，干啥呢？醒醒，谢雨辰，你在干嘛？来，咱们继续啊！这次，圈儿，我是圈儿。哎，芝芝，这次到你喽。哎呀，问那些问题啊，多没意思。这次我问一个有分量的，如果你老实回答，就算过，怎么样？行。说出你左边第一位异性在心里的分量。你直接把我身份证号得了呗。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没有他我会死的。芝芝，你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好羡慕呀，我也想谈恋爱啦！走。哎，停！我跑不动了。你真菜，圣芝。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去锻炼，身体素质好，病痛才能好啊。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奶奶呀。你嫌弃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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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投降，我认输。那你以后还敢嫌弃我吗？不敢。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的，先要画图，3D 打印，熬了好几个夜晚。谢谢你，芝芝，我很喜欢。你能再说一遍吗？说什么？说你爱我，说你很需要我。不了吧，这太肉麻了，说不出口。你再说一遍嘛。谢雨辰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哎，怎么了？煤球想你了，要不要去我家坐坐？只是煤球想我了。小时候我有养过一只猫，叫七七。后来圣依他妈妈说圣依对猫毛过敏，就把它扔了。可我明明见过圣依跟奶奶养的奶牛猫玩得很开心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他们想扔的，也许是我吧。这个和情书不一样，是免费的，终身有效。噔噔噔。圣芝，中秋回盛家老宅一趟。盛家老宅？我回去干嘛？我不是来征求你的同意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我造成的。你要怨，只能怨你自己的命不好。有些人不适合做家人，我们就不强求。你至少还有我。谢谢你，谢雨辰。甚至你都愿意和我倾吐家事了，什么时候才敞开心扉，
告诉我你的秘密。喂，对，无业晚期女生，只要找到合适的专家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看到你和谢雨辰相处的样子，我都想谈恋爱了。我支持你，我看社长就不错。游云啊，他知道他的得力助手在乱点鸳鸯谱吗？小月，哎，那是秦皎月。那个男生是要动手吗？我们过去看看。放下，听我说了，你比不过谢雨辰，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你。他就那么好，值得你放下尊严都要去喜欢他？是啊，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。你为难那个女孩，把她的饮料换掉，甚至还把谢雨辰写给她的情书 P 掉抬头发到你的小号上，让别人误以为你是他的女朋友。小月，你做的这些事情吸引到谢雨辰的注意了吗？他有喜欢上你？搁那大你多嘴，即使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听到了什么？原来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封情书不是选修课作业，是谢雨辰给你写的。秦皎月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太可恶了！原来在更早的时候，谢雨辰就已经喜欢上我了。我当初向他表白，一是应激，二是私心作祟。本以为他是为了顾全我的面子勉强答应的，现在看来他一直都是真心的。对不起，谢雨辰，我利用了你。芝芝啊，我们……芝芝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愣愣的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不是说一个女孩子约会化妆时间要很久吗？我们甚至怎么回事这么快？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见你男朋友了？包给我吧。待会想吃什么？有火锅、烧烤、烤肉、湘菜、粤菜。不行，你吃不了辣，你胃会受不了。哎，你想吃我煮的吗？不过我煮要花很长的时间，现在冰箱里面没菜。哎，你会买菜吗？我们同学，我知道你男朋友很帅，不过你好歹也得搭理我一下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？谢雨辰，我们分手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听清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不是芝芝，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。芝芝，我不介意的。你生病，我可以去找最好的医院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我可以……抱歉，其实我一开始就骗了你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跟你在一起，也只是因为你身上有我值得利用的东西，而且我也想在死之前体验一次恋爱的滋味。对不起。那就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分手？不可以，我太累了，我不想再假装喜欢你了。你是个很好的人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真正喜欢你的人。那你从刚开始和我到现在，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吗？行，那我认栽，我们分手。
抱一下吧，看我喜欢你那么久的份上。芝芝回来了，想吃什么？妈妈去给你做。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哎，芝芝，你怎么了？你快给妈妈说说呀！你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是不是那小子又欺负你了？我们分手了。他真的欺负你了？是我欺负他了，我欺骗了他，对不起。要是我没有生这样的病就好了，为什么是我？对不起，芝芝。为什么分手？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孩？为了自己能活下去，招惹了无辜的谢雨辰。模仿就模仿，学人精就学人精。我不应该撒谎，不应该去招惹他。他现在应该恨死我了吧？唉，我虽然不懂人类的情感，但我知道他喜欢你。即使你一开始是怀有目的的接近他，但我觉得他不会介意的。你这么说，我更加难过了。甚至，你到底是因为不喜欢我，所以要分手，还是因为你的病要和我分手？我一时间居然看不清你的心了。不，老先生，姐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啊！不就是失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是失过还是恋过？你都得管你，不用你管。哎，老姐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啊！我买单。哎，你看不起谁呢？那一顿酒是能把我喝穷还是什么呀？那你买单。没见过这么抠抠搜搜的，喝酒还不让人喝多。行，今儿要是谁没喝倒下，谁就是王八蛋。我告诉你，来喝。竹子，你说这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喜欢啊，喜欢你，来干！真让人不省心，躺在家门口睡觉。姐，你怎么在我家？你说呢？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接爷爷电话？爷爷以为你和你的小女朋友闹别扭了，担心的不得了，这才让我来看看。还真是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姐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告诉爷爷我没事儿。哎呀，小陈，你就不是一个爱买醉的人，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可怜的小家伙，看你爸不靠谱的样子，帮你把猫喂了吧。猫粮呢？小陈的女朋友居然是他。云晴，怎么样？我女儿的病严重吗？晚期，不太乐观。怎么会这样？她还这么年轻啊！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或许还有别的可能。我再给我国外的同学和导师打电话，你也不能放弃。谢谢你，云晴。
别吵别吵，我把方程式的画册拿了就走，别吵醒你爸。怎么这么大酒味？怎么喝这么多？芝芝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下次再也不这样了。你不要这样。那我要怎样？我要怎么做？你才能喜欢我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对不起，谢雨辰，我只偷情这一次。喂，姐，家里面桌子上那杯蜂蜜水是你帮我泡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昨天想给你泡来着，可是没找着蜂蜜。怎么了吗？那没事了，那我先……等等，小陈，你知道你女朋友她……我知道，姐，但是我不会分手的，我永远不会放弃她。那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她是晚期了，治愈的可能性很低。那个姐，你是消化科的大夫，拜托你帮帮你弟，找一下同行专家导师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我尽力。谢谢姐。他肯定来过。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喜欢的。煤球，煤球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他喜欢我，他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吧？我就说，学人精，学的倒是挺快的。以后别再喝这么多了，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的。好，听你的，我不喝了，但是是值得的。喂，游子。可以呀，老谢，这么早就醒了？我以为你得睡到下午呢。年轻人身体倍儿棒。滚蛋！你这是老年人作息，证明你老了。别废话，今儿不是你生日吗？我在望江阁给你定了位置。你他妈到底醒没醒？哎，这么多年兄弟，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？知道，今天嘛。我生日还有半年。那咱就过21岁半的生日，你叫几个朋友来，哎，也别叫太多，记得把圣旨叫上就行。狗东西，图穷匕见了吧？挂了。社长，我记得当时你进社团人员登记的时候，生日不是今天啊。我这不是谎报年龄，显得小一点，跟你们拉近点距离吗？是吗？那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呦，真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啊！又不是你生日，你收什么生日礼物？老谢，我真是看清你的嘴脸了，现在不是你求人的时候了。下次再给你买一样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说到做到。你别看我了。你也可以看我啊，我不会像你这么小气。谢雨辰，你是不是酒没醒啊？所以你在关心我？
不是，我是怕你喝醉了的话，没球没人照顾。那你可以去家里照顾他呀。谢雨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再去你家不太合适吧？是吗？那趁你男朋友喝多过来偷亲你男朋友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装醉？我没装醉，我真醉了，只不过家里有监控。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偷亲我？那我也让你心下行了吧？不愧是我们动漫社的肱骨之臣，那就是猛啊！你说让我亲回来，我胡说八道的，你别当真。甚至，你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内心呢？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我为什么不要我？对不起，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你一个交代，那我……算喽，我可不要这种吃干抹净、拍拍屁股走人的渣女。我只亲我女朋友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我有办法。谢雨辰，你知道的，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知道的，我不会介意的，芝芝。现在医术这么高明，这么发达，我们一定可以找一家医院能治疗你的病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我们……芝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位是奶奶你好，我叫谢雨辰，我是芝芝的。奶奶，他就是我同学。芝芝呀，奶奶不是古板的人，要是谈恋爱了，把人带回来让奶奶看看。是。奶奶，他不是啊，不是就不是。哎呀，这女大18变了，看来奶奶得早点把承诺你的事情得办好啊。那你们好好玩，奶奶先回去了啊。奶奶再见。盛之，你不是说不要吗？啊，你把他带过来是什么意思？与你无关。哎，来了！我告诉你，盛之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啊！你看，我不仅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连家庭关系都一塌糊涂。就这样，你还喜欢我吗？芝芝，你就是你，我喜欢的只有你，跟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没有关系。再说一次来。你看，今天咱俩还穿了情侣装，我们还是挺有心有灵犀的。看铁骑铮铮。早啊，处对象吗？听人说早上刚睡醒的时候意识模糊，很容易被拿下。我来试试。你好早啊，哥哥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芝芝。我说的是哥哥的，我要去喂鸡了。看铁骑铮铮。谢雨辰，你恭喜宿主顺利完成任务3，奖励生命值3个月，当前累计复刻值85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原来不刻意达成的同款就是任务3的关键。快，任务4是什么？系统正在更新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已经有85%的复刻值了，谢雨辰，我是不是可以赌一次？盛同学，早啊，处对象吗？不处。哎，谢雨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追求你。我再想想。那叫声哥哥听听。你好聒噪啊，哥哥。
芝芝，你真的不考虑谢雨辰了吗？你们明明是互相喜欢的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那就先别说，跟着自己的心走。芝芝，你是真的喜欢他，那就大胆往前冲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先把恋爱谈了再说。有什么事啊，等到真到了那天再担忧。乖，咱不贷款焦虑哈。谢谢你，银子，我会好好想想的。哎，你看你在这儿纠结到头都秃了，人家谢雨辰可比你积极多了。那圣旨我就带走了。你要带我去哪？秘密。等等。哟，这会儿警惕性倒挺强的哦。哪有你这样的，送个礼物还偷偷摸摸的？那你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其实我还准备了别的，但就怕你觉得我土。怎么搞得跟求婚似的？谢雨辰，你怎么这么会搞浪漫？你好会谈恋爱啊！所以你们现在是谈恋爱了吗？你也太会抠字眼了吧！那好吧，那我还得继续努力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麻烦？不会，你怎么这么问？你要永远记得，我永远都不会嫌你黏。我明明喜欢你，却一直不肯答应你的追求，还有你一直追我。傻瓜，那是因为你不信任我，那只能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还需要继续努力。谢雨辰，谢雨辰，我听谢爷爷说你在宁大读大学，就想过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碰到你了。这位是……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啊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抱歉，你们看起来很般配。谢谢，那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走。他是谁啊？他呀，就是你在望江阁对我投怀送抱那次。爷爷约了他吃饭。我哪有？原来他是你相亲对象，你们俩看上去挺般配。再说一次呢？谢雨辰，我们复合吧。那个什么，芝芝，你再说一遍。最终任务：模仿样本生活爱好，无限期任务。任务开启即为成功。我承认，在刚刚那一刻是吃错了，我不想帮忙给别人。对不起，谢雨辰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并没有，所以我们算是和好了吗？谢谢你，谢雨辰。这位能站起来吗？不可以，我还没有教给你怎么横个吃醋的人呢。笑死了！芝芝，我们不和了。哎呀，那很好啊，你们俩很般配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妈都支持你。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开心。哎呀，我去给你做饭去啊！哎呦，太好了。
到家了吗，宝宝？宝宝，谢雨辰，你好肉麻。我只对你这样。我刚刚跟我家里人说我们谈恋爱的事了。他怎么说？他们说很好，我们很般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现在不担心了吧？别把我想得太全能了。我可以不怕任何事，但唯独在面对你的事情上，我承担不起任何的闪失。谢雨辰，我们私奔吧，就现在。怎么了？不冷，谢雨辰，你不会是体虚吧？我体虚对你是有什么好处吗？对了，你有没有什么爱好呀？你啊？哎呀，你从哪学土味情话？我说认真的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书法、摄影、钢琴什么的？马术吧。不过在乾宁这边没有这边的条件，我得到云津那边才会去马场跑上几圈。哦，金爷的爱好果然与众不同。你又想气我啊？我哪有？前段时间我挺迷恋桌球的，技术还不错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教教我呗。你想学啊？你教教我呗，你最好的男朋友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先开球，然后根据首个入袋球的花色决定这局是大花还是小花。来，试一下。我的球杆和球有自己的想法。没关系的，第一次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遍。宝宝，你看啊，我们首先瞄准这个球，然后我们男朋友，好饿啊！今天能不能吃到你做的饭菜？很荣幸为我女朋友服务。怎么了？那是我后妈穆诗雨，不过我爸可不长那个男人样。看来是明杰同志的脑袋发绿光啊！笑得真甜呢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非得分这一下手啊！哎呀，蓉蓉，你就别说芝芝了，她好不容易才想通的，要是又缩回壳里去，蟹帮手不得把我俩撕了？他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？看看，这就互上了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不和你们说了，我去看一下社长的帐篷搭好了没有。老谢，你过来帮忙呀！你拍我干嘛？因为我在拍我最喜欢的人。有，所以这位喜欢的人喜欢我吗？喜欢你。我们一起拍一张吧。老谢，我也要拍。3、2，我们也1。京城豪门盛世 CEO 婚变，儿子不是亲生的，那盛世的总裁还是个绿毛龟啊！哎，盛志，你说你跟霸总一个姓，你俩是不是亲戚啊？你说的这个绿毛龟是我爸啊。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说没事儿，我跟他关系不怎么样，看他倒霉我还挺开心的。没事的，芝芝，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不要理会他们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姐姐已经找到国际知名的癌症专家，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啊，谢真。我不要你的谢谢，只要你好好的就好。烟虐狗了，行不行？羡慕吗？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女朋友去。忘了你的青梅竹马不是还在国外吗？老谢，这么说话是吧？好，我跟你拼了！抱歉啊，抱歉。哎，学弟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是来找盛之的。盛之，
我不是爸爸亲生的，他现在不要我了，奶奶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你，这下你得逞了吧？满意了吧你？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不是我，是你亲妈。申言，你与其在这里发疯，不如去求求申明杰啊！他这么爱你，说不定就原谅你了。不会的，我妈背叛了他，他根本就不会要我。这些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如果不是你，他就只有我。这些都怪你。去死！是。盛明杰发现盛玉不是亲生的，所以就把盛玉赶出家门，而谢奶奶呢，又把基金给了盛芷。盛玉不服，所以找盛芷的麻烦，又被你打了一顿，没几个月下不了床。盛芷也没受伤啊，怎么就晕倒了？真愁啊！老谢，要不我们回去休息一下？那万一盛芷醒来，你又倒下怎么办？哎，老谢，这是哪儿啊？芝芝，鱿鱼，童曦？不，你不是童曦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医疗系统，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带我回到过去？你是不是认识盛之？是不是可以救他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上一任宿主。所以，他以前模仿我那些奇怪的行为，都是你要求的？是啊，只要他能收集够你100%复刻值，我就有办法治好他。那现在多少了？90%，但是我被液体腐蚀了，程序遭到破坏，所以他现在陷入了昏迷。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救他？我可以回到过去的，你带我回到过去好不好？可以的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我本身存在缺陷，事成之后，我需要你找人帮我完善系统。陈江。完了，蹦错了，不算，再来。这地方好熟悉啊！哎，芝芝，没事吧，芝芝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……我知道了，是妈妈让你来找我的，对吗？对，是你妈妈让我来找你的。你妈妈姓于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妈妈不会不要我的。你妈妈不会不要你的。你是她的新老公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你妈妈朋友。你妈妈出差了，让我过来照顾你一段时间。来，哥哥抱呀！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不会带我去卖掉吧？哥哥叫谢雨辰，然后现在呢，去哥哥家里面，不会把你卖掉的，也没有人会卖掉你，放心吧。要不先带他回谢家吧，妈妈和爷爷一定很欢迎他的到来，他也会在谢家拥有完整的童年。不行，你不能与这个时空的自己或者是认识你的人见面，否则就会被立即送回去。出车。这是妈妈名下的房产之一，装修齐全，她平时也很少来，暂住在这里应该很安全。操作失败。哥哥，这真的是你家吗？当然。你发誓骗小孩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。你换一个。说谎的人被戴绿帽子。这小朋友从哪学的乱七八糟？已开锁。
你看吧，这真是我家，我真能打开。疼不疼？疼。说谎的人疼。这就对嘛，觉得疼就要说出来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，知道了吗？但是没有人会帮我解决的，不像盛烨，嘴一瘪，马上会有一大群人围上来，然后我就要倒霉了。以后会有人帮你解决的，但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爱自己，尽量别让自己受伤，知道了吗？哥哥，你说话好像我奶奶呀，感觉老老的。快去洗澡睡觉吧，走。哥哥，上面人体机关是要坐牢的。哥哥是学法的，这方面比你懂得多。咱们今天就乖乖做个体检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上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低血糖。孩子这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们做家长的也得上点心啊。来，哥哥，你要吗？哥哥不要了，你吃吧。看你吃什么不？谢谢哥哥。哎，帅哥，不好意思，刚刚看到你和妹妹站在一块，挺温馨的，就没忍住画了一张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，30块钱一张。哪个学校的？东大。下次还是忍住吧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哥哥，这画有点不好看，以后我不要考监大了。饭好啦，芝芝，你要记住，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好好吃饭，知道吗？吃饭吧。哥哥，你做的饭好好吃啊！好吃，我们就多吃点好不好？从小就是个学人精啊！哥哥，你是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哥哥以后会对你更好的。你要是我爸爸就好了。打住！你比我爸对我还好，你要是做我后爸的话，也不是。没有这个可能，芝芝。你爸爸是脑子有问题才不会喜欢你的，咱跟智障不计较这些东西。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你的，他们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一定要自己喜欢自己，好不好？你在教我自恋吗？哥哥，你眼皮有点厚。你呀，吃饭的时候不要碰到自己的嘴唇，小心被自己毒死，是不是啊？哥哥，你还活着？小丫头，你当我当食饮品呢？记住，以后不允许亲别的男生，知道没有？知道啦。哥哥，你要是我亲哥哥或者爸爸就好了。净说些让人想去死的话。芝芝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呀？你醒过来再看看妈妈好不好？他们还没有补偿你呢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，病人需要静养。不看，里面是我女儿，我想看就看。石北基，你来干什么？盛芝也是我的闺女，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这个当爸爸的看看她有什么问题。你少在这里冒苦耗子假慈悲了。芝芝这些年在盛家过的什么日子，我不相信你作为一个亲生父亲会一点都不知道。你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忙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是没什么用了，
不过还好，你以后想忙也忙不起来了。盛总，你那顶绿帽子戴着可还舒适？盛家的股市跌停了没有啊？这件事儿果然是你的手笔，于安和，你真是个毒妇！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凭什么你害了我和芝芝之后，你们还过着荣华富贵安稳的日子？你那个白月光要出轨，可不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有尽过做母亲的责任吗？芝芝现在要是能醒来的话，她要什么我都愿意给她，哪怕是我的命，我都在所不惜。芝芝，这么多好看的东西你不挑，你非得挑这么个丑东西。蟑螂也可爱呀，上面一朵顽强呀，而且其他的那些应该很贵吧？哥哥，我不能花你太多钱。哥哥，芝芝啊，你以后一定要多为自己好，多为自己着想，知道吗？您留在这个时空的时间不足8个小时，请您把握好时间。哥哥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你都没有和我说话，这里黑黑的。哥哥在苦恼呢。哥哥要在中秋节布置一下这个彩灯。哥哥，你会陪我到中秋节吗？哥哥，如果你要离开，可以提前告诉我吗？芝芝啊，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你一定要爱自己，自己喜欢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要活在别人的阴影里面，要为自己而活，要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拉钩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布置这个彩灯吧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哥哥，我们来拍照好不好？好呀，来，3、2、1。芝芝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要更爱自己。哥哥，我一定会好好爱自己，你原谅我。告诉你不让你给猫玩，听不听是吧？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我叫盛世。私人原因退学不批，不知道死人原因批不批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当我男朋友？好巧。喜欢你。芝芝，你怎么还不醒来？
系统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哥哥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会记住的。芝芝，你别哭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无限期任务4顺利开启，样本复刻值已达100%，请宿主尽快重新连接学人精系统。成功了！复刻值已收集够，之后他会醒过来，我的疗愈系统会逐渐帮他恢复。我们成功了，终于可惜来了。原来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爱自己，只要我能记住这个约定，就能顺利完成任务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芝芝，你放心，我是永远不可能放弃你的。不要再丢下我了，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哥哥。对不起，我之前说过我是有缺陷的，你虽然救回了他，但是需要你付出一半的生命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他能回来，能活着回来就好。唉，我只是个残次品，一遍遍循环，运行代码早就撑不住，能帮到你们还不错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先把数据保存下来，说不定等以后科技发达了，还可以重新导出来。谢谢你，学弟。恭喜你归案了。谢谢你，师长。臭丫头，出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们，有没有把我们当朋友啊？就是，你之前和谢雨辰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吧？一想到你要一个人忍受疾病的痛苦，还有分手的痛苦，我就难受死了。对不起，当时不想告诉你们，是不想让你们跟着一起操心。那现在都好了吗？谢雨辰的姐姐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还找了国外很多厉害的专家一起会诊，真的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走吧。盛之，芝芝，恭喜你出院。盛总怎么不去担心自己的税务的窟窿？还有头顶那绿油油的股票，还有闲心在这散步啊！我们盛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什么不关我的事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你来做什么？芝芝，爸爸错了，跟我回家，爸以后会对你好的。我没有爸爸。胡说，没有爸哪来的你呀？你认错人了。不跟我走是吧？给我5000万，我马上就走。反正你妈都说了，她的都是你的，不然都别想走。盛明杰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芝芝，你们先走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以后都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谢谢你，妈妈。恭喜盛之康复出院！来，咱们干一杯。老谢，你要替盛之喝啊，用得着你提醒。挺厉害呀，老谢，来，咱们第2个节目，滚呢！祝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生。来，吹蜡烛，许愿吧。谢谢社长，我们一起来合个照吧。没问题，说个口号啊！好好吃饭，好好养胃。谢雨辰，没事吧？虽然是我的庆功宴，但我的酒都是你在帮我喝。
没喝多。但是你的脸真的好红啊！是。我先去洗个澡。坐下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没有，我最喜欢你了，我一直很喜欢你。那你为什么不亲我？好，既然你不说，那以后再也不要亲我了。不是的，是因为小时候你叫我哥哥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我有点变态。不要钻牛角尖，哥哥，你最先认识的是20岁的我。好崩溃，果然上辈子不学无术，这辈子动画模式，补作业补得头秃。慢慢来吧，还好最近快结课了，离收作业册也还有一段时间呢。话说，你们准备考研吗？我应该考吧，除了画画，我也没别的本事了。哇，你在网上连载的漫画都要出版了，这叫没什么本事。凡尔赛呢，亲。我是不打算考了，我准备创业，做女强人。哇，那我就要投靠蓉蓉啦。盛之，为什么我失去了一切，你却能好好活着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去死吧！你曾经得到什么，失去什么，都跟芝芝无关。你们盛家落得今天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竹子，送他去警局。得嘞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，男朋友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跟我说谢谢，芝芝。我不想我们只是客气的关系。嗯。芝芝，你是不是暗示我什么？我只是想看看你内裤是什么牌子的。来，往里走。到底送的什么礼物啊？神神秘秘的。Surprise！ 这什么情况？学弟，老谢把你们当年的事跟我说了，你是不知道，快吓死我了！老谢用1半的寿命换来你全子。什么？1半的寿命？现在没事了，芝芝，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一点事没有了。是，一点事儿都没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老谢现在的专业都从城门楼子跨到胯骨轴子上去了。你看到这个实验室呀，就是老谢找了一帮医疗科技的大佬，像邪教组织一样在这捣鼓，终于成功了。你看。是什么情况？好久不见，学姐。系统一般都有治疗功能，只不过它之前是个半成品，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。所以这几年我找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和教授，终于把系统给完善了。它现在呢，可以完完全全发挥出自身的效果，且不会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。芝芝，其实我是有私心的，我不想只和你有片刻的温存，我只想跟你长长久久，四世相伴。你能陪我共度余生吗？我愿意，谢雨辰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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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